这是一支开卖一阵子的 iPhone 15 Pro， 这是一台进入生产末期的 Sony A74， 等等的两张照片都是在西门町近期最有名的万年大楼拍摄的。这是 Camera A， 这是 Camera B。哦，对了，不知道有名的原因可以搜寻一下这两个关键字。左边 Camera A 是 Sony A74， 右边 Camera B 是 iPhone 15 Pro。我不确定大家有没有猜对，但如果大家还想要再挑战的话，后面会有蛮多机会的。没错，机会就是现在，看哪一边是 Sony A74， 哪一边是 iPhone 15 Pro。先不公布解答是什么，请先大家观看拍摄的 POV。这次拍摄的方式是尽量让拍摄时间再一样，焦距也尽量是差不多，使用铁头 L 型支架搭配 Ulanzi 的手机架，因为手机架下方是有冷靴，它可以直接插到铁头延伸的冷靴座。那你们一定会觉得我很白痴，为什么不直接插在机身上面？对，我真的超白痴，因为当天我带的镜头真的太长了，导致我不管怎么拍都会拍到镜头，就算我把遮光罩啊、保护镜啊全部都拆开，还是会拍到，除非要把 iPhone 15 Pro 的焦距调成3倍，但真的太晃了。夜拍对于感光元件比较小的 iPhone 15 Pro 本来就不太公平，毕竟 Sony A74 的感光元件达到 36×24mm， 也就是全片幅，它的进光量一定比较大。然后因为 iPhone 15 Pro 的感光元件比较小，就算它的光圈很大，它的进光量还是不太够的。光圈再大，它的景深就是不够浅。然后这不是可以用程式去模拟的，就像是你用 3D 软体啊 Unreal 或者是其他的，那模拟出来的总是很假。那最后答案在这边公布，左边全部都是 Sony A74， 右边全部都是 iPhone 15 Pro。接下来的这一部分都会在汤姆熊拍摄，然后会有照片跟影片。那我选择在汤姆熊拍摄的原因，就是想要让五光十色的感觉挑战 iPhone 15 Pro 的夜拍极限，但应该算极限啦，因为光源真的超烂，一定要靠后置去调整。但我没有想到，电影级的录影超级屌，完全不用设定一些有的没有的数据，直接按下去就可以拍摄成功。而且测光算蛮精准的，不会受到一些杂乱的光源导致主体亮度失衡，这点算是值得赞赏的地方。虽然这个功能在 i13 好像就有了。这段影片是在比较充足的光源下拍摄的，可以让感光元件比较小的缺点缩小。个人认为拍起来放在手机其实不是专业的人类根本难以一眼分出。主要拍摄情境是双方都在行走，跟只有我摄影在移动，没有去测试对焦的速度，比如说 Z 字形的移动啦、I 的前后移动啊等等。但我这些影片都是使用 Log 模式下拍摄的，只有在这一代才开始有的功能。不得不说，对于录影不是专门的我，每次用 Sony A74 拍摄 Log 的时候，那个测光真的不知道调成怎么样。有人说 EV 要加2，有的人说不用，然后我也不知道，反正我的测光就通常很容易失败啊，没办法无脑的开全自动，有点麻烦。在 A74 上面，我只敢使用 HLG 去拍摄，但使用 iPhone 15，它开启了 Log， 哇，测光的问题完全抛在脑后啊！只要专注在拍摄上面，汇入电脑使用 Final Cut Pro 之后，后置上真的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。接着这一段的照片都是一些没有录到 POV 的影片，会直接在下方标记是用什么设备去拍摄的，并附上未后置的照片在旁边。
那在唐吉诃德拍摄的照片有刻意往底片感去后置，后置完发现成效真的不错。今天的影片就到这，预计近期会再拍摄白天的比较，拜喽。